以往在家里有一把温控壶，你就超屌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在家里，转眼啊，2025到尾声了哈。按照惯例啊，每一年我们会来预测一下我们2024跟2025年的1月份哈，这个生豆的涨幅是160%到170%之间。那你如果1公斤是500块的生豆，你要多少钱买到呢？你算一下。去年我们的预测是集装箱不够嘛，哈，运不出来。农夫们哈发现，哎呀，期货是个好东西啊！哇，今天期货价格很烂哦，那我就先不出了啊。啊，价格好了我们再丢哈，那期货就会越来越上扬，对不对？越来越上扬，那你买到豆子就会价格越来越高，对吧？有些产地啊哈，他们采收是这样，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啊。这一台小巴士啊，带着一群工人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庄园采一采哈，啊，这个庄园采一采，有没有？那比如说我跟你谈好一天是5块钱，假设哈，然后约好明天来啊，那明天没来，还跑去隔壁啊，因为隔壁出6块钱，那怎么办？那我豆子在树上熟了，来不及啊。那我加到7块钱，你赶快过来，然后这边炒，明天过来，那豆子一样是熟了，有没有？所以成本就不断的叠高。倒也不是说种咖啡豆或者是这个合作社贪婪啊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对吧？然后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啊，比如说气候啊各方面。总之哈，生豆价格涨非常的多，店家们哈都在吸收这样的成本压力，所以不得不我们今年微调了一些价格，没有涨很多了哈。以这个生豆涨170%，我们大概只涨了10%，有没有？压力还是相当大的，好不好？那不止我们啊，所有的业者都会一样。可能以往很轻松的可以做出很多各式各样有特色的这个店，不好经营了啊，因为咖啡这个店会变成 M 型化，外带快速便宜的，它会很好。再来是老店、老牌子，客群基础够的，它会还不错。那你中间这些兴起的，它很快就掉下去了哈。大家很努力开店，很快掉下去。这个我们看咖啡器材二手市场，你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这就是咖啡豆上涨一连串下来的事情，对。那2026，我相信哈，价格是不会掉的，它一定会持续再往上。以我们这种店家哈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调整售价吗？或者调整你用的原料吗？这好像不太可行哈。你如果换比较不好的生豆品质，你可能你的客人流失更快。所以基本上你的进货成本是不会省的，然后各种管销会越来越高。所以我最近在想哈，比如说有些单价稍微高的，我们应该出1/4磅或者是100克的包装，让大家可以比较轻松入手啊。前面4、5年的时间，我们做这个练功包嘛，练功包很好啊，你一次可以有10种口味，对不对哈？然后你慢慢找到你喜欢的。可是，经过这4、5年大家的练功，我发现大家都蛮强的，已经发现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了哈，对不对？然后会发现，这10包里面只有2包我喜欢，8包又不喜欢了哈，就是缺点，双面刃嘛啊，缺点有显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做1/4的，要留言告诉我，好吧？所以这个第一点，咖啡生豆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产业，店家是需要做调整的，售价没有办法一下调到跟生豆同步那么高的时候，要做一些取舍，所以调小包装可能是我们调整的方向啊。还有一个也是对这个店家有点影响，就是说现在每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咖啡角落都做得蛮好的，基本手冲器材有一套是很 low 了，至少有2、3套那种，有没有？有意式机的也不会太少，有没有？能打奶泡的，能有全自动的，很多了。这个对于你上咖啡馆去的功能性就降低很多，然后你要享受氛围的这种店家呢，他又经营的不是很顺利，也比较少了，所以一左一右啊。
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2026会更明显，新店家非常难冒出头，因为你的对手都已经走得离你太远了，你知道？除非你有超级无敌强的不一样的想法，而且这不一样的想法要大众买单才有机会。所以新店家要成立比较难啊，但当然你如果有信念的话，可以尝试，好吧？那接下来讲第二点，器材类的。以前比如说 Lamarocco 啊、Marconi 啊，就是做商用机器很有名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家都往家用小型的来做了，然后有另外一批人也进入这个领域了哈，是以往的家电厂商。所以以前这个全自动咖啡机一台要5万、10万的啊，现在不用，现在1、2万就有了。前几周不是开台 Primus 吗？可调控压力的、可记录参数的，越来越精致了。这在以前来说是不可能的，你知道吗？连店家都没有用到这样的功能等级。现在家用会往这个方向去哈。那商用器材会变成怎样呢？往 AI 化嘛，就是说这个连锁快速储备的越来越多，人力现在也贵嘛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慢慢会朝这个趋势去了。然后再来呢，手冲道具呢，发现大家的关注度会越来越低。手冲这一块来说，其实它已经变很日常了。所以器材类大概是这样啊。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就是家用设备会越来越多，很好玩的，然后单价都不会高，1万、2万，顶多5万就很好玩了。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咖啡知识的焦虑已经消失了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你会发现，有很多咖啡课程啊，好像不太愿意去上了。在家里可能觉得，手冲好像也有点比较麻烦，有没有更快速、更自动，有咖啡因就好的？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。我觉得啊，台湾已经算是对于这个口味啊、风味各种比较讲究的地方。慢慢，这个咖啡在于饮料的地位哈，跟可乐啊，跟什么？可乐很高啊，会慢慢的越来越平行，不会让大家觉得还是很特别的东西，很日常。我觉得也很好啊，这才是常态。所以总结一下哈，2026年的趋势是什么？生豆会涨，没话说，170%、180%、2倍都有可能，好不好？且喝且珍惜。你会发现特色小店慢慢会比较难经营。那再来呢，消费者们越来越厉害啦，因为他们现在器材、家用器材有很多很好玩的，很多大厂跳下来做，对不对？以往在家里有一把温控壶，你就超屌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在家里没有个变压咖啡机，有点弱了哈。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下次见。要不要做1/4磅或是100克的？给我点意见啊，好不好？